很多人买车的时候都会纠结，到底是买自然吸气发动机呢，还是买涡轮增压发动机？有的人会说自吸开起来非常线性和平顺，有的人则说涡轮增压开起来爆发力强。其实他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就来一块了解一下，买车时到底选自吸还是选涡轮增压。我先统计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开的车发动机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说一下。首先说一下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配备了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是一种空气压缩机，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进气量，可以让汽油燃烧的更加迅速。与排量相同的自吸发动机相比，涡轮发动机能爆发出更强劲的马力和扭矩。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动力普遍能达到相当于其排量 1.3 到 1.5 倍左右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水平，因此就加速而言，涡轮发动机的表现胜过同排量的自吸发动机，特别是在空旷路段和高速状态下优势更加突出。此外，由于涡轮增压器能大幅度的增加进气量，所以相对而言，涡轮发动机的燃烧效率更高，燃油经济性更加可观。不过，由于涡轮增压器需要的发动机废气排量不足，涡轮发挥的作用受限，有时会出现一定的响应迟滞现象，比如油门踩下去后，过一会儿车才往前窜。同时，涡轮发动机动力输出不够线性，会呈现出一种渐入高峰的变化性输出。此外，由于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燃烧更加剧烈，工况更恶劣一些，所以对于发动机的保养以及油品的要求会比自吸要高一些。在后续的用车养车过程中，故障率和售后保养费用也相对高一些。说完涡轮发动机，我们再来看一下自吸发动机。自吸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增压器的发动机，它通过大气压将空气压入燃烧室，这种燃烧方式舒缓自然，动力输出十分线性，所以自吸发动机在动力输出上的平顺性与响应的直接性上要远好于涡轮发动机。同时，由于自吸发动机结构简单，故障率及售后保养费用也有一定优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配置情况下，自吸发动机的车型比涡轮发动机的车型性价比更高。当然，自吸发动机也有劣势，首先就是动力输出不够强劲，在加速表现上不及涡轮发动机。其次，燃油经济性上表现不够好，一般 1.8T 的涡轮车型的油耗相当于自吸 2.0 到 2.4 车型的油耗，以同等动力输出来比，自吸发动机因为排量更大，所以油耗也相对更高。还有就是驾驶乐趣，自吸发动机动力输出平顺稳定，没有强劲的爆发力，汽车开起来少了一点乐趣。既然已经知道两款发动机的优势跟劣势，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对于经常在城市内穿梭通行的朋友，推荐选择自吸发动机车型，因为这类车型开起来十分轻松舒适，因为油门不深踩，发动机低转速就能输出最大扭矩，应对城市交通状况轻而易举，而且后期问题也没有那么多。同时购置价格实惠，后期维修保养也十分省心。对于追求性能、崇尚激情驾驶的年轻朋友来说，那么涡轮增压是首选，因为高扭矩可以让车辆的动力输出更强劲，而且推背感也要更明显。毕竟只有十分强劲的动力输出，才能带来激情澎湃的驾驶感受。不过目前全世界为了更好的减缓环境污染，开始实行更严格的排放政策，排量越大，购车时的税就越多，这让很多车企都开始逐渐减少大排量车型的生产。现在大排量的自吸发动机正在逐渐退出市场，而且即便是很多普通低排量的车型，很多也是全系标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我们家的两辆车，大众帕萨特跟奇瑞的瑞虎7，全系都是标配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所以对于现在的家用车来说，如果买自吸式发动机，可选择的余地也不是很多了。当然了，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你看中的车型也得有自吸发动机的配置可选择才行，因为现在新上市的自吸发动机的车真是越来越少，二手车倒是选择的范围大一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内容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